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回国继承100亿遗产的那天，遇到绿了我的前女友，她挽着害我破产的死对头，态度傲慢地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我看了眼酒店地点，欣然答应。在我的酒店办婚礼，我是得去看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回国第2天，我在酒店门口遇到了前女友，她唇角一勾，邀请我明天来这参加她的婚礼。梦魇，我明天在这里办婚礼，你可一定要来。3年没见，同学们也都很想你呢。我心里冷笑，想笑话我才是真吧。当初家里发生那件事后，所有人都对我敬而远之，陶婉更是直接跟我分手，转头和我死对头陆石在一起。班里同学背地里没少笑我是窝囊废。直到我出了国，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，这件事才渐渐过去。我自问和他们没有交情可言，也不想和他们有来往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律师正好发来信息，说航班晚点了，要明早才能来签约。我推说有事，转身要走，陶婉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。梦魇，我们毕竟在一起4年，现在我要结婚了，你难道不为我高兴吗？我看着陶婉那张美丽的脸，只觉得平静。这时，远处又走来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，他相貌英俊，一身黑色西装内的白衬衫解开几颗，又痞又帅。看到我，他几步上前搂住了陶婉的腰，眼神不屑地瞥我。梦魇，同学一场，不会小气的连个喜酒都不肯来喝吧？明天有事。我波澜不惊。陆石会心一笑，梦魇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不会是还喜欢小婉吧？我和小婉马上要有孩子了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我听得想笑，想不明白他哪来的自信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我明天确实有事，办完过来恐怕赶不上婚礼了。陶婉立刻接道，没关系，那明天办完事过来，正好婚礼结束，我请大家吃饭，这次你不能推脱了。我点点头，算是答应下来。反正明天我得来这个酒店交接。3年前，二爷去世，留给我200亿的遗产，这家酒店我一直没时间交接，拖到了现在。说起来，他们也算是我接手后的第1对新人，这点面子还是可以给的。陶婉立刻开心地挥手，慢走啊梦魇，明天不见不散。离开后，我径直打车去了附近的庄园。女友甜甜看到我突然出现，惊喜地跑过来抱住我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阿燕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告诉我？我笑着搂住她的腰，刚刚下飞机，本来想把酒店弄好了送给你当生日礼物，现在出了点岔子，可能要晚1天了。说来也巧，这个酒店是甜甜第1次拍 MV 的地方，很有纪念意义。甜甜笑着捶了我一拳，和我还讲究这个，你能回来陪我过生日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还有1个小时才能收工，你先回酒店等我，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3年前，在我最无助落魄的时候，我遇到了甜甜，她就像光一样照亮了我，帮我照顾生病的母亲，给我出钱投资创业。后来我继承遗产后，他也没接受我出钱给他拍电视剧的提议，而是靠着自己的歌喉在乐坛闯出了一片天。我的目光柔和下来，想到刚才的事又有些踌躇。他看出我的反常，拉着我的手问，怎么了？我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。过去的事我从来没瞒着他，但是参加前女友婚礼，恐怕是个女孩都会介意的。甜甜扑哧一乐，眨眨眼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？结婚好事呀，明天我就不去了，你帮我随份大红包，谢谢他当年的不嫁之恩。对了，
我白天拍戏也不用车，让小王送你去吧。这一刻我心里只有感动，过去的愤懑都释怀了。第二天我坐着保姆车去酒店，今天是国庆第一天，一路上有不少婚车，酒店门口更是豪车云集。我刚下车，一辆大奔停在我旁边，一磕头探了出来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还真是你呀，孟燕。我认出她是张小鱼，大学的时候她是陶婉最好的朋友。我点点头，不想跟她多说，随完份子率先进了大厅。班长看到我迎了过来，孟燕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是不是不好停车？我径直走向一个空位坐下，随口说道，不知道，我坐别人车来的。扑哧一声嘲笑在对面响起，我闻声望去，是我大学的舍友丁伟。他摇头，眼底闪过一丝嘲讽。孟燕，这么多年怎么连个车都没混上？家里出事后，第一个和我断绝关系的就是丁伟。他不仅单方面删除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还联合宿舍其他人孤立我。我耸耸肩，云淡风轻，我不常出门，不太需要。这几年我一直在国外，生活2点一线，出门都有司机，回国都是小王接送，不常出门。什么工作不需要出门啊？说话的是副班长，1.6米的个子，260的体重，笑时脸上的肉抖个不停。这一大声，其他人的目光也都看了过来，不少人跟着笑出了声，纷纷起哄。孟燕，你现在不会连工作都没有吧？我还没开口，身后有人来了一句，副班长，你快别问了，刚才在门口我看到孟燕的份子钱就薄薄一张，可能真的过得很窘迫。张小鱼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一脸看好戏的神情。孟燕，这几年做什么工作呢？我心里好笑，这几年除了公司正常运转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，只有母亲和甜甜过来时，我才出门。不过我的工作是商业机密，不好随便透露，也没必要和他们解释。我淡淡回了句，一个人在家里做点事。所有人都笑了起来，丁伟笑得前俯后仰。孟燕，你还真是在家里待着呀？那你吃什么？不会还靠着女朋友养吧？这话一出，大家笑得更大声了，眼神里的鄙视更加明显。大4那年，父亲的公司一夜之间破产，我所有的银行卡都被冻结，从天之骄子沦落为穷光蛋。那时候母亲又查出子宫癌，我每天要做好饭去医院。最穷的时候，我喝了3天凉水。丁伟见我没钱，联合所有人不借钱给我。我抛下自尊心问陶婉借了300块钱，才勉强解决了我妈1个月的午饭。后来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张小鱼知道了，然后全班都笑我是个吃软饭的，花女朋友钱没出息的软蛋。我没放在心上，只默默发誓一定对陶婉好，绝不辜负她。可就在我发了工资，第一时间去把钱还给她时，我撞见她和一个身材高瘦的男生进了小树林。好半晌，我在里面找到衣衫不整的他。陆石他爸原来是我爸手下的项目经理，他跳槽到对手公司后，我爸就发现一份重要合同不见了，因为提前泄露了投标资金，后续计划被打断，公司濒临破产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我跟陆家一直是对立的，而我和陆石对立还有一个原因，陆石这人和我截然相反，挂科、逃课、打架斗殴，几乎样样都沾。刚进大学时，陶婉就找到我，蹙眉和我说，孟燕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，假装是我男朋友，陆石一直在追我。我拒绝了好多次都没用，他不止一次和我说，我不在乎钱，陆石家再有钱我也不会喜欢他。
后来我爸投资失败，欠了很多债，我妈得了癌症做化疗，我以为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结果女朋友劈腿了我爸的竞争对手儿子，还偷了合同，搞垮了我爸。陶婉站在我面前冷声说：孟燕，你装什么装？你要是在我的角度，不一定做得比我好。再后来我继承了二爷的200亿财产，带我妈去国外看病，刚回来就遇到了陶婉，让我参加今天的婚礼。经历了过去种种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子了。我淡淡一笑，摇头。张小鱼狐疑地看着我，刚才我可是看见你坐着一辆面包车来的，不会也是女朋友的车吧？我点头后，他们笑得更大声了。有人接上：你说的是那辆黑色的面包车吧？我也看到了，什么年代了还买面包车？孟燕，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？她自己接一些活动演出。我回道：甜甜的合同刚刚到期，正在休息阶段，有时候会开巡回演唱会，也会录一些综艺，算是比较自由。他现在正在旁边录制梦想栏目组的综艺，几个知名音乐人帮人完成梦想。车也是节目组的，吃原来是演艺人员啊！有人阴阳怪气眨眨眼，其他人哄笑成一团。副班长不赞同地摇摇头，拍拍我的肩。现在大环境不容易，你自己没有工作，女朋友工作又不稳定，不存钱买房，买什么面包车？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瞎要面子吗？就是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谁还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啊？其他人纷纷应和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看戏和嘲笑。从进来到现在，他们一直询问我的条件，先入为主地认为当年欠下2000万债务的我是绝无翻身的可能了，因此尽情地嘲笑打压我。一如当年，我低头看了眼信息，徐律师已经下了飞机，还有1个小时到。我懒得和他们解释，毕竟以后也不会有交集。甜甜昨晚说今天拍完一起吃夜宵，想到这，我心里有些甜，耐着性子继续等待。大厅的灯已经陷入了黑暗，陶婉跟着他爸爸正一步步走向台前，交接到了陆石手中。台上2个人深情对视，台下桌上的人都若有似无地看向我。能来这里办宴会，陆石真是够有钱的。那是这里一桌至少6位数，咱们得吃回本。那我随那1万还不够吃一次的呢。张小鱼大声地捂嘴笑道，大家咂舌，都说张小鱼够义气，随份子随了大1万。有人目光转向我，随口问道：孟燕，你这个前男友随了多少啊？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，竖起耳朵。今天毕竟是陶婉的婚礼，我不想张扬，没多少，一些小心意。我故意回得模棱两可，想忽略过去。那不行，张小鱼似笑非笑地说，今天咱们必须看看孟燕的诚意。同学们想不想看？众人眼中的兴奋跃跃欲试。张小鱼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丁伟站了起来，做事等不及了，想去后门找出我的红包。大家一副看好戏的表情，连旁边桌都被这边的动静惊动，不时好奇地望过来。丁伟还没走到门口，大厅的一角小门先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小跑过来，二叔。丁伟高兴打了招呼，可是男人却看也没看他，径直跑到我们这桌。他仔细辨认了一会，才擦着头上的汗，大声问，请问哪个孟燕先生？我认出他是在前台收礼金的男人，也是陶婉的二叔，点点头，是我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核对礼金的时候，发现红包里有一张黑卡，想和您确认一下是不是放错了。宴会厅一下子炸了锅，这人谁呀？送礼金还是彩礼呢？
居然送黑卡这么好，我面色如常，向二叔点头确认，是我送的，没错。那这里面的钱你知道有多少吗？二叔声音都抖了。当然，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听到的人也不少。里面有1000万，是我和我女朋友的一点心意。这个红包是昨天甜甜准备的，她和我提了一嘴有多少钱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打开来看。陶婉二叔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小伙子，你可真是一表人才。小婉有你这样重情义的同学，真是有福气。所有人都安静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张小鱼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怎么可能啊？二叔，你查过吗？不会是一张空卡吧？哈哈哈，送空卡也是绝了，装逼的天花板。其他人也纷纷摇头，压根不信，看我的眼神说不出的嫌弃。我无所谓，1000万就是1000万，我们还不至于拿着空卡装逼。二叔摇摇头，打开手机展示给众人看，里面确实有1000万。我刚刚特地去旁边的 ATM 机查了6遍。张小鱼凑近仔细核对了几个零后，原本不屑的表情僵硬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站起来上前观摩那张黑卡。有个男同学喃喃自语，表情很不自然，这确实是黑卡，每年都要存1000万才能办理的。二叔转身走了，脚步轻快。张小鱼黑着脸回到座位，其他人也都低头不语，尴尬的低头划着手机，没人再开口说话。一时间，桌上的气氛诡异又尴尬。过了一会，张小鱼不知想到了什么，扑哧笑出了声，转头斜睨我。我说：梦燕，你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一直心里过不去啊？不会是为了找回面子借高利贷了吧？其他人听到张小鱼的话，原本涨红的脸慢慢缓和下来，纷纷抬起头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，似乎是想从我身上寻找蛛丝马迹。对于张小鱼的反应，我不意外。他脸上虽然抹了厚厚的粉底，但却怎么也盖不住眼下明显的黑眼圈。背的 Gucci 也是几年前的款式，包带都磨损出了细微的毛边。1000万对我来说只是银行卡的数字，但对他来说是天价。他不相信也正常。我笑了笑没说话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可能我的反应在他看来像是默认。他顿时如斗胜的公鸡一般重新昂着头，似笑非笑盯着我，举起手机，你现在去拿回来还来得。他话没说完，大厅门被再次打开，跑来2个中年男人，是去而复返的二叔和一个大爷。大爷满脸谄媚地看着我，大侄子，你那个车标像粽子一样的车贵不贵呀？刚才我儿子不小心给剐蹭了一下，你看看，咱们商量一下赔偿的事。我蹙眉，他说的应该是我刚才坐的那辆迈巴赫。下车的时候，小王说肚子疼找厕所，还是在旁边抽烟蒂的他指的路。看我皱眉，陶婉二叔顿时紧张的手搓到一起，赶忙从兜里掏出皱皱巴巴5张红色大钞。这车刚刚保险到期，你看要不咱们私了？张小鱼喝了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：叔，你给多了，正常剐蹭300就行，更何况他那个是面包车，100都多。丁伟也装模作样的炫耀，前阵子我的本田被刮也才给我300，他那个面包车给500太多了，怎么参加婚礼还挣钱啊？其他人听到纷纷哈哈大笑，直言丁伟也太损了。丁伟的得意地看着我，阴阳怪气的炫耀就差从骨子里透出来了。旁边桌有人好奇插了一句：叔，你说的是不是2个交叉的呀？围绕一个球面三角形，看起来像是绑了绳子的粽子，车牌5个8的。
陶婉二叔听到汽车牌的时候，脸色有点不太自然，但还是本能地点了点头。那人笑着摇摇头，那是迈巴赫，顶级豪车，奔驰听过吧？几辆奔驰都没有它值钱，你最少得这个数。那人伸出手比了几个手指，啪叽！陶婉二叔吓得彻底站不住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一旁的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了起来，有人在窃窃私语，有人偷瞄我，似乎不敢相信，却不得不相信我是真的有钱。我告诉陶婉他二叔不用赔了，他对我千恩万谢数次后，才愿意被送走。他走后，张小鱼和丁伟都不好意思看我，杯子里的饮料都快喝干了，时不时偷看我一眼，就好像看山里的猴子般稀奇。其他人也全都是吊丧一样，整个桌子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我如常地吃了几口菜，现在已经到了敬酒环节，到我们这桌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按点吃饭还是要的，而且吃完饭我还有事，待会徐律师来了办手续，估计要许久。我慢悠悠吃着菜，其他人也都陆续动起筷子。突然，张小鱼啪地站了起来，拍桌道：“孟燕，感情你是傍上了富婆，来这炫耀来了。”他的声音很大，半个酒店的人都侧头看了过来。陶婉和陆石也正好到了我们这桌。陶婉拉着张小鱼的胳膊，询问怎么回事。其他人听了张小鱼的话，也都反应过来，七嘴八舌开始补充：车女朋友的，彩礼也是和女朋友一起送的。嚯，什么女朋友那么有钱，开着迈巴赫，随个礼1000万，不会是哪家富婆出来包小白脸的吧？丁伟阴阳怪气地嘲讽我。张小鱼吃着鼻子鄙夷：就是啊，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，有本事你把女朋友叫过来给大家认识认识，你敢吗？甜甜确实说过要过来给我撑场子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配。我放下茶杯，不冷不淡地说：张小鱼，有些人不是你想见就随便见的，一个是连续3年的最受欢迎女歌手，一个是心里阴暗的跳梁小丑，她也配？张小鱼被当众落了面子，脸色难看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就是心虚，真是不要脸。副班长看着我，一脸惋惜：哎，孟燕，你好歹也是 A 大毕业的，怎么出卖身体呢？再穷也不该这样啊！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看不起鄙视憎恶交织在一起。这时，我桌上的手机响了，我还没有动，丁伟就眼疾手快地接了，还按了免提。燕哥，田姐说今天晚点下班，让你回家洗好了等着他。是小王的声音。小王这人什么好，就是声音大和说话习惯忽略主谓宾。洗葡萄，葡萄2个字硬是让他给吃了。丁伟乐了，哈哈，还说不是被包养了，这待会还要回家伺候人呢。啧。丁伟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许久，眼神轻蔑。孟燕，你这钱可挣得真脏。所有人都眼神鄙视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一个可怜虫。陆石举着酒杯递给我：老同学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没钱可以和我说呀，大家都会帮你的。你这样伯父伯母知道了该多难受啊！我和陆石的恩怨不是3言2语就能说清的。我语气淡漠：随便你怎么想我，但我警告你别污蔑我女朋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陶婉穿着红色开叉鱼尾礼服，笑得温婉。好了，这个话题过了。孟燕，我在隔壁订了包厢，待会儿你们都过来捧个场啊。你女朋友不是也在附近吗？正好一起叫来，大家认识认识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又开始起哄。是啊，孟燕，让我们相信也行。把你女神叫过来，我们也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啊！
甜甜昨晚确实说过，想陪着我一起来，我拒绝了。她不应该掺和到这些人中。陶婉见我不为所动，扔出了重磅炸弹：我还邀请了神秘嘉宾哦，不来后悔一辈子。谁呀？这么神秘？好闺蜜都不说。张小鱼嗔怪地嘟嘴：是苏甜甜啦。嘘，还不确定，你们先别对外说。我刚要拒绝的话在嘴边顿住，蹙眉问：你说谁要来？丁伟故作惊讶地道：哎呀，孟大少爷不会没见过明星吧？乐坛天后苏甜甜都不知道。张小鱼搂着陶婉的胳膊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有点破钱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个暴发户。真正的上层社会可不是你这种土鳖能接触到的。副班长故意大声问：陆石，听说你爸的公司和苏甜甜有合作？陆石故作谦虚道：就只是苏甜甜这次录的综艺节目的小赞助商，不算什么，只是比别人多知道点内幕消息。他眼神若有似无地瞟向我，嘴角压抑不住。刚才被礼金和豪车镇住的人，现在又变回了之前的嘴脸。你说甜甜待会儿要来，我给甜甜打过去，那边一直是占线，小王的电话也没人接。屌丝，甜甜你也是能叫的。丁伟眼神轻蔑。陶婉笑了：对呀，我就说带你们见见世面，隔壁包厢，一会儿不见不散哈。大家拍了一阵马屁，又连声恭喜。陆石和陶婉两人才满意的回去换衣服了。我联系不上甜甜，张小鱼和丁伟已经组织好众人往包厢走了。班长和副班长半推半拉地拽着我：老同学，赶紧给你女朋友打电话，今天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能少啊！我都迷茫了。刚刚小王明明说甜甜今天会晚收工，可现在陶婉却说她要来，难道是要给我个惊喜吗？众人浩浩荡荡往包厢走去，陆石和陶婉在最前面，郎才女貌，吸引了无数目光。没想到刚到包厢门口就被拦住了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服务生伸出胳膊挡在门前：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这间包厢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包厢，从今天开始不允许其他人进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上个月还跟你们经理确认了，今晚要用在这里招待朋友，定金都付了。陆石的脸瞬间阴沉下来：别生气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陶婉温柔大方地拍了拍陆石的背：你好，我们是你们陆经理的朋友，他是我老公的一家表哥，你再去问问。陶婉的话犹如一个定心丸，安慰到了众人的心里。原来是表哥呀，那没事了，咱们今天肯定进得去。有人小声议论。下一秒，只见那个年轻的服务员一脸严肃地摇摇头：我不认识什么陆经理，我只知道我们老板姓孟。噗嗤，不知道谁笑了一声，陆石的脸顿时涨成了紫红色。你小子不想干了吧？他揪住年轻服务员的脖领，抡起胳膊狠狠地瞪着他，所有女生都下意识地后退，眉头蹙眉。陆石从上学的时候就是学校有名的混子，生起气来连女生都打，很多人都怕他。这些年没接触，眼下这一下，瞬间勾起了过去不好的回忆，大家面色都不太好看。陶婉脸上也挂不住，他拉住陆石的胳膊：陆石，有话好好说，而且待会还要去栏目组看录制呢，闹大了不好。听到他这话，陆石的拳头在空中顿住了。我上前一把抓住，挡在了服务员的面前，沉声说：有什么话可以和我说，我是这里的老板。我的语气太过理所应当，众人脸上很是不屑。我身后服务生迟疑地开口：这位先生，我没见过你啊。我笑了，这是哪里找来的憨憨？肯定是徐律师安排的。
为了今天签合同的特地腾的场地。不过徐律师可能只告诉了他我的名字，没有给他看我的长相，难怪他不认识我。我在众人眼中像极了演戏的小丑，滑稽又漏洞百出。张小鱼笑着拉着陶婉的胳膊，大声嚷嚷：“呵呵，有些人是真能装啊！一个姓沾上点边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幕后大佬了。”服务员迷茫地看着我们，突然眼睛一亮：“徐律师，这儿，我表哥来了。”表哥？陆石脸上也浮现出喜色。我回头看去，徐律师夹着公文包，小跑着赶来。他身后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，满脸堆笑。陆石朝年轻男人挥手，可是那男人没搭理他，而是一溜烟跑到我面前，热情地握住我的手。孟总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让您久等了。我安排了小李给您准备了包间，你还满意吗？他说话间极尽谄媚。我抬了抬下巴，让他自己看。经理看着服务生守在门口，一副一夫当关的架势，瞬间头上出满了冷汗。陆石不明所以：“表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陆经理转身对我鞠了深深一躬：“陆总，都是我的疏漏，怠慢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怪罪。算了，既然徐律师到了，咱们进去吧。”我摆摆手。陶婉满脸不可置信，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陆石咬牙切齿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表哥，你为什么叫他孟总？他不就是个臭屌丝吗？”一旁的人也窃窃私语起来：“天哪，刚才说会所的老板姓孟，不会真是孟燕吧？不会吧，他一个靠着女人的小白脸，怎么可能是老板？”陆经理回头一巴掌拍在了陆石的后脑勺上：“孟总不光是会所的老板，人家还身家100亿，是你惹得起的吗？别给我添乱子！”什么？张小鱼顺吸了一口凉气，小脸煞白，丁伟脸上的表情和吃了屎一样难看。陆石咬紧了腮帮子，僵在了原地，而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陶婉脸色灰白一片，差点晕了过去。我和徐律师签完了最后一份合同，包厢里诡异的沉默，所有同学时不时偷瞄我，他们脸色各异，很是精彩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。齐社刚要离开，陶婉走到了我面前，语气与方才大相径庭：“孟燕，隔壁有节目组过来拍摄，苏甜甜也在，要不一起去探班？”同学们又暗暗雀跃起来。陶婉，我们真的可以进去吗？苏甜甜粉丝无数，迷妹迷弟众多。陶婉看了我一眼，故作镇定的微笑：“当然可以，陆家也算小股东，探班应该没问题。”众人又重新露出羡慕的眼光。那可是大明星哎，陆石都可以近距离接触，也没什么。苏甜甜我认识，不过他不认识我。陆石脸上重新恢复了血色，僵硬地开着玩笑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甜甜发来的信息：“阿燕，婚礼结束了吗？今天要加班了，好想吃家里的草莓，你给我带来好不好？”末尾还配了个哭哭的表情包。孟燕，你也要去吗？陆石看我愣神，得意地盯着我：“去，女朋友发话了，必须得去，但我要先回去一趟。”陶婉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挽着陆石的胳膊：“陆石，你真厉害。”陆石摸摸他的头，宠溺地亲了一下。众人都一声一片，又笑又闹，算是恢复了欢快的气氛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，往隔壁的小洋楼走去。我让小王接我回去，准备好甜甜要的东西，才去了节目组。路上还给节目组的人带了奶茶。我来到甜甜的专属化妆间，她看到我很是高兴，跑过来搂住我的腰：“阿燕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快开工了。”我将亲自熬的梨水递给她：“刚才去给大家买了点奶茶，耽搁了。”
阿燕，你真好。甜甜抱着我吧唧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，我心跳顿时加快。哈哈，你脸红了。甜甜脸上满是笑容。我佯装生气，转身要走。这时门口传来嘈杂的人声：“你们是谁呀？谁让你们到这的？”是甜甜助理的声音。听着声音，她很生气。我正打算出去看看，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我们是苏甜甜的粉丝，想来跟苏甜甜拍个照。”对，我们就是想来看看她。小助理中气十足，这次的录制签了保密协议，整个过程不能外露。要不甜甜姐晚上收工再见，你们可以吗？短暂的沉默后，只听有人叫道：“我爸是绿竹鸭蛋的老板，投资了你们节目组的广告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吧？”是陆石的声音。他们都找到这里来了。我打开门，陆石站在门口，面色烦躁，其他人都拿着手机在拍摄周围的环境。我一出来，他们都停下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梦燕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陆石看见我，面色不愉地看向班长：“你领他进来的，外人要进来得先经过我的允许。”陶婉一听也明白过来，赶紧给我使眼色：“梦燕，那里是明星的休息室，你赶紧出来，别瞎逛。这是我女朋友的休息室，不用回避。”我声音淡漠：“女朋友？你说什么胡话？”张小鱼笑死了，其他人也都纷纷嘲笑我：“就是啊，这里面是苏甜甜的休息室，她是白日做梦呢吧？”有些人真是以为自己有点臭钱就能找女神，大家越说越起劲。阿燕，怎么回事？甜甜从屋内走了过来，挽住了我的胳膊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嘴巴张得和河马一样大。我搂住了甜甜的腰，故作委屈，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个1000万的红包，让人以为我被包养了。我现在名声扫地，你可得负责。甜甜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十分爽快地说：“行，我对你负责。”哐当一声，陆石手上的手机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陶婉神色复杂地看着我和甜甜。丁伟、张小鱼还有其他同学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张大了嘴巴吃风。2个小时后，会所最大的豪华包间里，我们坐在餐桌上。刚才说好了请甜甜来吃晚饭，可是人真的请到了。所有人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人吱声。刚才开丰田的男同学率先站了起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：“老同学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果然是飞黄腾达了。当时我就看好你，这杯我先干了，以后多多联系。”说完，杯中白酒一饮而尽。随着他起头，陆续开始有人倒酒，无一例外都是攀交情的。我家里最近在做网红产业，要是有兴趣投资可以一起。我家里有200亩地，蔬菜都是新鲜无化肥的。会所还要菜不要？我家里养猪的，猪肉管够。老同学，你会所多，以后直接上我这进，照顾照顾同学生意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视线时不时扫过甜甜柔美的脸庞。要我说，做男人就是得阿燕这样，女朋友这么漂亮，自己又有本事。连丁伟态度都变了，跟着众人时不时附和。这时陆石突然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：“我还安排了酒局，你们谁去？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人接话。陆石脸色铁青，开始拿陶婉撒气。他低头拉过陶婉的胳膊，没好气道：“吃什么吃？走了。”可是陶婉却瑟缩了下，躲开了陆石的手。他白着脸道：“小鱼刚才说让我陪他住一晚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”陆石死死地盯着陶婉，挤出一个笑：“连你也觉得梦燕比我好？你要是这么想和他一起，当初就不该做婊子。”啪！陶婉站起身，颤抖着打了陆石一巴掌。
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发出惊呼。还没等人反应过来，陆石就抓起桌上的瓷碗砸向陶婉的头。陶婉也不甘示弱，对着陆石又抓又挠，场面彻底失控。陶婉边哭边骂：“我忍你很久了，之前打我也就算了，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居然还动手！你他妈的心里一直想着姓孟的，以为老子不知道？当初还不是因为老子家完了阴的，孟家破产你才跟了老子，我要跟你离婚！”其他人纷纷上去拉架。张小鱼在拉架的过程被划伤了脸，丁伟被打断了胳膊。事情越闹越大，最后惊动了警方，有狗仔跟踪甜甜，拍到了全过程。陆家一下子上到了社会新闻头条。据说陆石和陶婉从医院和拘留所出来，隔天就离婚了。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甜甜正躺在我身边，睡得香甜。我放下手机，将她搂进怀里，沉沉睡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